更新了2年多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8星大佬恐怖如斯的车技，还是7星老哥偷油的滑稽场面，又或者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桥底消星？那如果有玩家深刻钻研我的作品2年，将这些技能全都融会贯通，会打出什么操作来了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位老哥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一位学业有成的老哥准备校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情况，于是他才刚来到洛圣都，就摸走了一辆野生汽车。而这里的阿 Sir 比以往在节目当中看到的要更加负责，他才上路不到5分钟，就有多位阿 Sir 和3架直升机将他锁定。好家伙，这是一上来就给了零元购的最高待遇。虽说打开了色盲模式，但看得出来老哥非常小心，毕竟被 NPC 给送走的大佬并不在少数。看到身后的阿 Sir 有些靠近了，老哥利用一个 S 弯直接将2人拉爆，仅仅一波加速便将2人甩出了画面。而老哥所前进的方向是一片禁飞区，所以他还没走一会儿便将直升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。虽说没有了直升机会更加容易消星，但如果少了电视台的直播，就失去了这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。所以当老哥察觉电视台的直升机没有跟上来时，他便选择了放弃这大好的优势，在直升机就要彻底跟丢时选择了改变方向，也顺势来到了这条众多前辈都走过的高速。这反倒让直升机松了一口气，因为高速属于外环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全程跟随。而上了高速的老哥也是二话不说，虽说这条路上的 NPC 非常之多，但在这么好的视角下，怎么能忍住不操作一波？而老哥能放弃机会不选择逃脱，看来是对自己的实力非常有自信，根本不怕被捉。既然如此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一只脚已经踏入了7星的门槛，难怪这么有底气。而最近洛圣都的阿 Sir 实力也似乎有所增强，老哥稍作停留便跟得上来。简单试了一下这位变异阿 Sir 的实力，老哥认为地面部队比直升机更加有威胁，所以他不打算拉扯太久，找到一个超车的空档，一脚油门，车速直接突破200，短短的几秒钟便将好不容易才匹配上的阿 Sir 彻底甩开。而眼看着老哥如此暴躁，地面部队选择先暂避锋芒，让老哥消耗一会儿。此处车流密集，但老哥却是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一顿左右开弓，表现可谓是好不威风。老哥选择的路线是最右侧的匝道，看样子是不想和阿 Sir 拉扯太久，见好就收。此时的他身后没有氛围灯，已经开始找地方摆脱直升机了。但没想到他才刚下匝道，地面部队在此早已等候多时，刚准备利用这里的地形消星，却是在原地刷出了一位阿 Sir。这一下让老哥的计划全部被打乱，于是他立刻掉头再次回到了高速。看来想要消星并不是在节目里面看到的那么简单。这群阿 Sir 虽说不在高速上和老哥硬刚，但却是守住了这条高速的每一个出口，中间的区域就让直升机负责盯梢。看来这么多年和大佬们打交道下来，阿 Sir 的战术也进步了不少。这样一来，老哥就仿佛被堵在了高速上，再拖一会儿油耗就成了问题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英菲尼迪 Q50， 这辆车搭载 3.7 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51，而它的上一代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 G37。这款车的动力丝毫不比道奇充电器低，10年未换代，造型依旧能打，只是停产的实在可惜。虽说在这样的高速上油耗高不到哪里去，但架不住老哥这辆车是零元购的，剩余油量的情况完全属于开盲盒。如果一旦让阿 Sir 的战术生效，被卡在高速上不断的消耗，那么老哥将很难成功走掉。正是意识到了情况不妙，所以老哥不断的加速，要在某一个出口比阿 Sir 率先赶到。截止到目前，老哥处于绝对劣势，直升机以为胜券在握，没成想下一秒情况突变，这座高架挡住了他的视线。尽管直升机有着丰富的经验，但老哥却依旧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，等待了几秒依旧没能和老哥碰面。直升机意识到可能还是自己低估了老哥的车速，于是便调整镜头开始向前方找去，但如此密集的车流又哪里看得到半点老哥？无奈之下只能向其他直升机进行求助。在警用直升机的指引下，他顺着前方的探照灯找了过去。好家伙，可这老哥已经领先了这么多，这还好天上有3架直升机，不然恐怕此刻的老哥已经完成了消星。这一次的失而复得，让直升机不敢再有半点大意，紧紧的跟住老哥，生怕再有半点闪失。而老哥这一次在高速上整整开了20分钟，为的就是远离中心区域，让阿 Sir 无法预判他会从哪一个匝道下高速。对于老哥来说，他并不是要开走这辆车，而是想要检验一下自己的学习成果。所以对于消星的方式，他早就已经有了打算，只是阿 Sir 们的战术将他的计划彻底打乱。此时老哥的四周
周突然变暗，老哥主动关灯，看来是准备全力一战。虽说视线变差，但速度却是丝毫不慢，200公里的时速一路超过的车可谓是千千万万。跑了这么久没有氛围灯，老哥决定开干，前方找个地方摆脱直升机，看看没有地面部队他们该怎么办。在这里行驶了半个小时的老哥终于准备下高速，吸取了上次野马老哥的教训，他提前打开了车灯，并且放慢了车速。印象当中，这个出口的前方就是一座高架，他往这个方向跑了这么久，不可能还有阿 Sir 在这里蹲守，所以他准备在这座桥底彻底摆脱直升机，管他3架5架，只要进到桥底全都得拉胯。但出乎老哥意料的是，就在即将进入桥底之时，一旁的氛围灯四起，一辆道奇充电器在此等候多时，好家伙，居然被预判了，吓得老哥连忙打开色盲模式，一路狂奔，生怕慢上一点就会被贴贴。眼看着道奇充电器来势汹汹的样子，而老哥也是毫不犹豫的再次上到了高速，可这刚才这半个小时都白跑了。不仅如此，和其他阿 Sir 不同的是，这道奇充电器明显不是善茬，尽管上了高速，老哥也没能第一时间将它甩开，眼看再次被路空同时锁定，老哥一脚油门，车速来到了220公里。对付直升机需要整花活，而对付道奇充电器就只能拼车技。这一波贴着 NPC 完成超车，简直不要太极限。面对如此绝境，老哥的车技也是被彻底的激发了出来。果然历尽才能使人成长。就在老哥有望突破7星之时，一位龟速行驶的 NPC 打乱了老哥的节奏，道奇充电器只是瞬间便来到了老哥身后。身后的氛围灯紧追不舍，老哥知道这一次遇见了劲敌，想要摆脱这位阿 Sir 必须超常发挥才行。而如此高强度的驾驶，老哥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，平均时速就没有低过160，但想要消心似乎还远远不够。随着挡住视线的高架结束，率先出现的居然是阿 Sir， 看来直升机是再一次低估了老哥的车速。面对氛围灯带来的压力，老哥的车速不断突破上限，已经持续了1个小时的追逐并没有让他感觉疲惫，反而在面对 NPC 时超起车来，他变得更加丝滑，就连直升机都时常捕捉不到他的画面，已然达到了人车合一的境界，正式步入了7星大佬的行列。这临阵突破也让他凭借车技将身后的阿 Sir 大幅度甩开。尽管才刚刚晋升7星大佬，但相比较刚才，老哥的超车线路变得更加精准，也不再像刚才那般经常使用刹车，在这密集的车流中真正的做到了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拉开阿 Sir 后，老哥的第一想法就是摆脱直升机，所以他选择第一时间下高速。看得出来，老哥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洛杉矶的地图，在他的计划之中，摆脱直升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只是每一次都被地面部队所破坏。现在第3次来到高架桥下，这座桥很宽，而且附近还有地铁，非常适合消心。此刻3架直升机已经变成了无头苍蝇，刚才匹配的道奇充电器还在画面边缘，至少还要10秒才能到达战场。就在老哥快要消心之际，桥底却是突然刷新了一辆道奇充电器，老哥又一次被阿 Sir 从桥底赶了出来。好家伙，阿 Sir 这个战术果真是无敌，已经连续3次打乱了老哥的节奏。而这一次老哥掉头之后并没有上高速，一个是因为这一招已经被阿 Sir 彻底识破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老哥的油箱已经见底，所以老哥只能选择前往禁飞区，在市区将阿 Sir 和电视台的直升机同时摆脱。而警用直升机因为可以飞得更低，而且权限更高，所以并不会受到禁飞区的影响，只能留到最后再来解决。只是不知道剩余的油量能否支撑到那个时候。没有想到这一次的阿 Sir 居然会这么难缠。在市区里和阿 Sir 进行了5分钟的斗智斗勇，老哥终于是将地面部队成功摆脱。而此时油箱也已经亮起了黄灯，所以老哥掉头来到了一处加油站。为了降低存在感，他还关掉了车灯。心思如此之细腻，确实有着7星大佬的风范。但他才刚停下没2秒，就从后视镜发现有氛围灯路过，这让老哥不得不放弃加油的计划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不能被直升机给看出来他非常缺油，不然就会有阿 Sir 来守住加油站。所以老哥走得十分果断，不暴露自己的意图，让人无法对他进行预判。而老哥则是偷偷标注了一处地点，记住了这个路段。虽说油箱已经告急，但跑个40-50公里应该没啥问题。所以为了将阿 Sir 和加油站拉开距离，老哥故意上高速诱敌。正所谓欲速则不达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老哥还能有如此细腻的心思，确实叫人佩服。
这一次在高速上，老哥并没有开得很快，为的就是让阿 sa 都往这边赶过来，而他在第一个出口便选择了下高速掉头。巧合的是，这座桥底并没有阿 sa， 这让老哥有些停留。这不正是自己想要摆脱直升机的地方吗？在桥底观察了许久，老哥越想越不对劲，那么远的地方都布置了氛围灯，这么近的地方却空了一处，属实叫人有些怀疑。老哥将计就计，稍作停留，正好等候一下阿 sa， 接着便冲出桥底，再次上了高速。老哥的意图其实非常明显，这一次往回走，他的目标就是刚才的加油站，但没有上帝视角的阿 sa 根本不知道老哥要干嘛，不少阿 sa 都被老哥刚才的行为所带偏。此刻返程的老哥速度变得越来越快，他需要用这段路线打出一个时间差，这一招的容错率相当低。老哥可谓是在铤而走险，但是这一招可以让阿 sa 毫无防备。老哥的想法没人能猜对，正所谓风浪越大鱼越贵，看他能否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。然而意想不到的是，直升机居然比老哥率先崩溃，老哥还没到加油站，直升机因为燃料不多率先返航。让我们切换到另一架直升机的视角。下了高速的老哥立刻前往标记的地点，此时地面部队已经完全被他摆脱，而此时天上依旧有着3架直升机，但他们对老哥造成不了威胁。看见了加油站的老哥是1秒钟都等不了，这个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争分夺秒。停好车后，老哥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现金，真的是1秒钟都不敢耽误。这个过程中他全程拿衣领遮住脸，这样一来就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如果抓不到本人也没办法秋后算账。该说不说，这老哥确实细节。而加油的这几分钟里，老哥的心跳怕是比刚才开到240公里还要快，此时的他不停地环顾四周，根本不敢停下来。站在门口的他随时准备上车开溜，这恐怕会是他人生里最漫长的几分钟。而天上的多架直升机也只能尴尬地看着他，地面部队迟迟没有赶来，说明老哥刚才这破釜沉舟的战术非常成功。以这老哥的技术，让他加满油后，恐怕是只能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奇瑞网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美国老哥争取自己最后的自由。好家伙，虽然拉扯了1个多小时，但仿佛一切再次回到起点。老哥的状态火热，能打败他的只有油箱。已经加满油的老哥，面对身后的氛围灯丝毫不惧，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，天上的探照灯已经消失不见，就连电视台的直升机也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可见这老哥究竟有多强的毅力。面对氛围灯的步步紧逼，老哥毫不犹豫地再次踏上了高速，看来今天要好好的战个痛快。上高速之后，探照灯再次出现，但注意观察，这警用直升机也已经换了1架。好家伙，这前后到现在一共出动了5架直升机，参与的地面部队更是数不胜数，但却是没能影响老哥分毫。此时他依旧保持着最佳状态，难不成要出现一位连续晋级2星的8星大佬？这可是史无前例，但阿 sa 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可以看到，相比较刚才，此刻的阿 sa 明显更加卖力，因为经过分析，当老哥加完油后，事态的严重性又升了一级，关注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。如果这样还能让老哥成功逃脱，才打了2场胜仗，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威信荡然无存，只怕洛圣都的阿 sa 从此会颜面扫地。所以哪怕此刻老哥的车速已经超过了240公里，身后的阿 sa 也是没有半点打算放弃。看样子这位阿 sa 已经是洛圣都此时的最强战力，纵使是已经晋级为7星的老哥，在他手上也很难占到半点便宜。到了这一刻，2人比拼的已经不仅仅只有车技，谁都希望以胜利者的姿态拿下这场游戏。面对如此强悍的阿 sa， 高速上没能分出胜负，老哥选择换张地图寻找新的机会。换做普通人，此刻恐怕早已心力交瘁，就连看热闹的我，减了15个小时也即将崩溃，腰都要受不住了。快拿出妙界家的金葫芦腰背按摩仪，及按摩、热敷、捶揉、腰靠4合1，缓解酸痛，矫正坐姿的一把好手。升级仿人手按摩头，和拳头一样有力，替后腰出了这口恶气。按摩范围加大加宽，深层舒缓紧张肌肉，配合热敷轻松依旧，科学分区不出纰漏。太空记忆棉让我来夸个够，支撑好，贴合紧。
以前腰和椅子隔着银河系，现在用妙剑撑起后背，久坐之后不痛不累。兄弟们要是一天800个坐姿，从肩膀酸到小腿，那就要预防脊椎疾病了。用葫芦枕调节3个档位，为肩背减负，给劳损减速，全身上下都能照顾，长久续航，还能无限使用，比花大几百按摩划算多了。再加送父母，葫芦造型很讨喜，还寓意富贵长寿。七夕送驴友，比送花更有新意。兄弟们可以领券下单，送运险，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价，还有2年质保，赔1年以换代修，冲！但此时的老哥却是依旧精力充沛，丝毫看不出疲惫。身后的氛围灯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勉强不掉队。此时老哥和阿 Sa 依旧站得难舍难分，双方都不敢错过任何一个机会。而此时老哥决定回到高速再战，面对这位步步紧逼的阿 Sa， 他再次激发出了自己的潜力，实力已然达到了7星的巅峰，即将成为8星大佬的存在。感受到充满力量的老哥开始疯狂秀车技，这波操作让我想起了一位驾驶白色地狱猫的故人。节目的时长已经高达15分钟，但老哥的操作我是1秒钟都舍不得剪。此时老哥这辆车散发着一种孤独感和破碎感，面对重重包围，他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不断的寻找机会破局，宛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。没有开灯，却在无数车流之中如此的显眼。穿针引线的操作，一次次从看似不可能通过的缝隙中穿过，快速倒退的车流已然成为了他证明实力的背景板。这辆野生的英菲尼迪已然被老哥彻底驯化，在这一刻居然感受到了男人和车之间的浪漫。你只管踩油门，我带你杀出重围。在老哥如此极限的操作下，身后的阿 Sa 已然被彻底甩开，老哥并没有上头，第一时间下高速找地方摆脱直升机，才刚上匝道，却是和阿 Sa 面对面碰到，这一幕堪比世界名画，两人的方向截然相反，这让老哥嗅到了机会。这位阿 Sa 的离去极有可能意味着这里没有人看守，所以老哥的目标明确，出了高速后立刻朝着高架桥的方向开去，这绝对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，老哥不敢有半点停留，能否摆脱3架直升机成功逃脱在此一举。还没到桥下，老哥就已经提前减速，这意图已经是相当明显。而直升机在桥的另一边等候多时，期待着老哥像之前一样按时出现，但这一次老哥却是久久没有露面。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直升机连忙呼叫地面部队。从另一架直升机的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老哥才刚到桥下没多久，就有一辆黑色的 SUV 驶离。尽管这车有着嫌疑，但直升机并没有过多的在意，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老哥这辆车上。这辆车的主驾车门已经打开，老哥明显不在，而车却还在缓缓地往前开。这时地面部队也已经陆续赶来，但老哥这辆车早已人去车空。阿 Sa 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老哥汽车跑路，步行消失，于是立刻分散四处寻找。但是可惜，这场持续了2个多小时的追逐，最后依旧是被老哥成功逃脱。但好在阿 Sa 至少不是一无所获，至少车追回来了。而从老哥的操作就能判断出，他从一开始就打算弃车跑路，根本没想开走这辆车。而老哥究竟是怎么走的？我用多个视角回看了多次录像。进入桥底之前的200多米，老哥前方没有任何车辆；进入桥下之后，后方也没有来车。而当老哥驱车来到桥下，不到10秒，一辆黑色的 SUV 便凭空出现。所以答案已经非常明显，但当时情况紧急，直升机根本来不及思考，所以老哥一招金蝉脱壳，成功完成消星。这一招和前几天双排的8星大佬是不是如出一辙？但是巧合可不是只有这么一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座高架
象非常熟悉，没有印象没关系，让我来帮大家恢复一下记忆。当8星大佬开着罐车反着下高速时，他们在这里丢掉了罐车，换上了一辆白色的皮卡，而这处地点正是老哥此时消星的高架。不知道是特别的缘分，还是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。时隔2周，老哥用同样的方式，在同样的地点完成了消星，也算是对2位8星大佬的致敬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制作时间超过20个小时，希望大家不要吝啬你们的鼓励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